上一堂课我们介绍了电阻随频率的增加而增加，是因为肌肤效应。那我们也讲了电感会随频率增加而减少，可是我们没有解释为什么。今天我们就会来说明为什么电感随频率增加而减少。我们可以从这张图来说明。在 DC 的时候，电感里面的电流是在截面均匀分布。我们假设说这个电流是流出这个平面，那当它在 AC region 的时候呢，我们电流集中在表面流动这个是肌肤效应。那我们如果以安培右手定则来看的话，在右边这张图我们会发现，在导体内的磁场是会互相抵消的。事实上，这个就是为什么电感随着频率增加会减少的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只是电感随频率增加而减少的原因之一。事实上，电感随频率增加而减少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在高频的时候，因为肌肤效应，磁场在导体内的截面上看到的效应互相抵消。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一张图。在高频的时候，电流的回流路径会改变，导致电感看到的整个回路面积完全不同，回路面积减少，所以电感减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用下张图来说明。下面这张图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 pattern， 一个 M 字形，或者我们说是一个 C 字形的一个传输线。那是 top layer 是传输线 ，bottom layer 是一个 reference plane。它在低频的时候，大概1K 赫兹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能量从 top layer 流动，回流直接循最短路径直接切过去，所以它的整个回路面积是这么大一块。可是它在高频的时候，能量流 M 字形过来，但是它的回流路径呢？回流的能量会顺着回路面积最小的路径回去，所以它会顺着走线的下方回去，所以它整个回路的面积事实上就只有线长乘以叠构的高度，实际上回路面积远小于左边这个。正因为如此，所以你会看到这两张图，低频、高频，它们所形成的电感差异就会比较大。我们来看一下，高频的时候是 0.02， 低频的时候是 0.05， 事实上差了2倍多。所以因为回路面积改变而造成的电感减小，它的差异有可能是到2倍左右。可是呢，如果今天是因为一条直导线它里面的磁场相互抵消所造成的电感减小，那这种差异可能是只有20%，事实上是一个 scale 的差异，这是很明显的，是两种不同的成因。我们接着再透过 Q3D 来说明一些电感有趣的特性。在 Q3D 这个网页里面有一个 partial L， 有一个 loop L 跟 partial L， 点进来，第5点有说明 U 型的导体跟直线型的导体电感随频率增加而下降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这我们刚刚说过了。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个例子，实心的导体跟空心的导体我们对应这张图，右边是在肌肤效应区电流留在表面的时候，但是这两个都是实心的导体如果我们用一个实心的导体跟一个空心的导体来做比较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电感跟电阻随频率变化的状况。好，我们会发现，在低频的时候，这个虚点的部分事实上是空心的导体。我们会发现，在低频的时候是空心的导体，电感是比较小的。所以不要以为说让电流流动的面积变小了，感觉它是不是阻抗增加了，所以电感跟电阻都会增加呢？ No， 这样子反而
电感会变小。如果它的流动面积、截面积变小，但是事实上它这个磁场会相消的话，它的 L 不但不会变大，反而是会变小。就像这张图在低频这边所示。那我们要特别讲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要从这里衍生出来。我们现在有4个 layout， 在一个 ground plane 上面，我有 via 打 via， 所以会有挖出 NT pad。那我 sink 跟 source 电流是这样子 x 方向流动的。我完全没有打 via 的，我们估计它的 RL 都会这个最小。那我打1个跟2个的，也会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4个里面哪一个 RL 会最小。Case 1的 RDC 最小，这个很直觉。但是 LDC 最小的是哪一个？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哈。这个的 LDC 是 1.61， 这个 LDC 是 1.71， 这个的 LDC 是 1.63， 所以 LDC 最小的是这个。各位请注意哦，这个第2个 case 的 LDC 甚至还比第1个 case 的 LDC 还要小。我 plane 上有挖洞的 L， 居然比 plane 上没有挖洞的 L 还小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的电流上下平均分布，所以它的这个电流上面流的跟下面流的，因为这个安培右手定则它所贡献的磁场，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产生一些互相抵消的效应。这个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也是跟大部分的人的直觉可能会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可能直觉上会以为说，第一个例子这个完全没有挖洞的这个一定 RL 一定是最小。事实上它是 R 是最小，但 L 不是最小。